今天是2020年9月29号。9月29号是个什么日子？9月29号是今年2020年大选总统辩论的首场辩论日。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这个日子很重要。今年2020年的大选非常重要，可以讲决定世界的命运，决定世界文明的命运。所以说，今天这个9月29号，在今天晚上，就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拉开了今年大选，也就是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川普总统，他想争取连任，而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拜登，他希望在本轮大选中击败川普。所以说，今天晚上将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由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这个知名的主持人叫华莱士，由华莱士主持这2位总统大选人进行辩论。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谈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话题的重点是谈郭文贵是怎么去破坏美国大选的，是如何帮助共产党搅乱美国大选的形势，然后达到共产党的目的，达到共产党让拜登当选，击败川普连任，然后跟共产党沆瀣一气，希望通过拜登上台以后，然后最终能腐蚀拉拢美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讲这是共产党下的一盘大棋，郭文贵就是共产党放在海外的一个棋子。到这时候他就兴风作浪，希望把美国的大选破坏掉。那么为什么郭文贵是在破坏美国的大选呢？他跟美国大选有哪些关系呢？我们先从川普总统今晚的辩论谈起。今天晚上的辩论呢，可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为这场辩论呢，川普总统也好，拜登也好，他们都做了精心的准备。那么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呢，川普总统，尤其是川普团队的竞选代表团呢，一致认为拜登呢，他在整个竞选中第一个他有可能会吃药，因为正常拜登他个人的这个演讲能力以及他的这个辩论能力是很差的，经常是词不达意，然后颠三倒四。所以说川普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他瞌睡乔嘛。因此呢，川普团队就提出拜登呢应当进行飞行药检，也就是检查拜登是不是每次吃了兴奋剂、服了药以后才能上场比赛，才能上场跟川普总统辩论。川普总统愿意接受美国任何一个药检所对他的药检。那么拜登呢，他不敢参加药检，也就是说拜登很可能他是靠吃兴奋剂、吃了药以后才敢上场辩论的。这是第一个讲他们的吃药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戴耳麦的问题。因为总统辩论2个总统竞选人辩论完全是他们2人各自当着全世界的面展示他们个人的才能，展示他们自己对治国理政、对美国的未来、对国家的大计方针，他们个人的韬略、个人的执政方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完全是靠你个人的思维，而不存在就是说你的团队可以通过耳麦告诉你让你怎么去做，那你不就成了一个木偶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要求检查2个竞选、2个辩论人他们的耳麦，耳朵里面不能带东西，不可以有人在背后幕后指化你。拜登，如果你作为一个未来的美国总统，你还需要自己挂上耳麦，靠别人在背后给你输送材料，你这种辩论就是作弊。但是拜登团队呢，现在呢就不接受川普总统要求检查耳麦的这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很怀疑你拜登是不是自己能够独立辩护你要经得起公众检查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辩论中呢，首先还没有辩论开始，拜登呢他本身在吃药和戴耳麦的问题上，他就不敢面对所有的公众。而川普总统大大方方，你该检查检查，随你进行什么检验，经得起大家的考验。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要这么去做呢？是因为今年竞选这个大选的形势被共产党呢破坏得很厉害，也就是美国的大选从来没有过像现在受到如此的干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川普不能够排干这些沼泽，很可能川普会输掉的。按道理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随便到哪一个城市，可以讲叫好评如潮，整个观众都爆发，都不断的高喊着我们爱你。所以说呢，川普他在他的选民中间是获得极大的支持率的。那么好的支持率，为什么民调川普总是落后呢？那么好的支持率，川普最终是不是能够当选呢？现在大家都没把握嘛。那么最终不能当选的可能，是不是就会被共产党破坏掉呢？所以说共产党破坏掉美国的这个大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果川普最终没能当选，100%是跟共产党破坏有关。那么共产党都通过什么方式来破坏呢？这个我们大家就要谈到郭文贵跟共产党他们之间的这个勾兑了。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国际形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几十年的这个左派思潮，已经导致了全球很多国家，不光是美国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他们这种左派思潮泛滥已经到了没有原则，已经在破坏原来的传统价值观，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你比方说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梵蒂冈这个教皇方济各，方济各他不愿意接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知道蓬佩奥需要游说方济各，要求方济各不再跟中共勾兑，解除跟中共在2018年曾经签订的那个任命大主教由共产党任命，然后罗马教廷再追认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已经到期了。现在蓬佩奥是希望罗马教廷能够跟中共这个协议到期就不要再续签了，但是方济各呢，他拒绝接见蓬佩奥，他不愿意受到蓬佩奥的游说，他希望跟共产党勾兑，他不是跟共产党勾兑，他实际上就是魔鬼，他就是要帮助共产党作恶。所以说方济各这样的人，他根本就不是教皇，他是潜藏在上帝身边的犹大。你看，他不愿意接待蓬佩奥，但是他在一次接待所谓黑人代表团的时候，他给黑人挨个下跪。为什么要跪黑人啊？他怎么不跪白人呢？他怎么不跪华人呢？因为他知道打到政治正确的名义呢，能鼓励黑民跪，所以他对这些黑人呢，他一个一个分别跪下，好像他对黑人多么尊重。罗马教廷里面无数的大主教性侵那些年幼的儿童，无论是男童女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这个教皇就是在他虚伪的外表下掩藏着他一颗肮脏的心，他们背后做着性侵那些男童女童的事。表面上他装模作样，挨个给黑人跪下，他给黑人跪下，他就是支持黑民贵，就是告诉黑人，你们打砸抢，你们无法无天，都是有理的，因为历史上白人欠你们的嘛，所以他专门找黑人去跪下，他就没给白人跪下，他更不可能给你华人跪下。因此，教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助长了全球的这种黑民贵运动的这个发展。那么黑命贵运动发展，它发展的最厉害的，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美国这个黑命贵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首先就是中共，它不断地在里面挑唆。为什么是这么去说？大家应该看到啊，川普总统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也就是2016年，川普总统大选胜选，在2017年。刚刚接任美国总统时候，当时川普对中国不是这个态度。当时川普对中国呢，他还是希望什么？也就是你中共占了我的便宜。那么多年来，你通过美中贸易里面，你拿走了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每年损失好几千亿美金。川普认为贸易不平衡，美国吃亏了，所以川普当时对中共的态度呢，就是希望跟中共呢签订一个贸易协议。所以说，川普要打这个贸易战。签订这个贸易协议的目的就是规范中国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希望把这个贸易不平衡里面的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呢把它降低，同时不允许中国呢对美国进行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进行强制技术转让，这是呢川普当时的初衷。因此呢，川普刚刚接任的时候，他还非常的友好，在美国接待了习近平和彭丽媛到美国的到访。那么这次这个接待，川普还夸赞了习近平，夸赞了彭丽媛，这是他刚刚在2017年，他刚刚接任美国总统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很快呢，川普就发现习近平跟他所承诺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兑现。无论是贸易方面、军事方面、文化方面，包括南海岛礁方面，包括习近平在全球推行的2025一带一路，所有的方面，习近平跟川普基本上都是阳奉阴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就觉得习近平不能听习近平怎么讲，而是要对他怎么做。因此，川普在2018年就发起了贸易战。贸易战，川普当时也不过是想规范一下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但是贸易战打了1年以后，始终没有签订合约啊。
而且不论是2018年12月在阿根廷的那一次 G20 峰会上，习近平亲口承诺川普的，还是到2019年5月份，按照莱特希泽讲，本来中美之间的合约已经签差不多了，但是习近平一下子把95%的合约内容全部把它否定，所以说川普恼火了，一下子给中国加了很重的税。那么加了税以后，川普就给了中国一个最后期限，这个最后期限就是2019年底，你中共必须跟美国签订中美之间的贸易合约，如果不签订的话，那川普就对不起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川普他的态度已经在变，但是呢，他仍然在追求这个合约，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因此呢，到去年年底，因为到2019年年底啊，是川普执政以来可以讲榜单成绩是最好的，美国的股市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大规模的就业已经导致了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非常的少，美国的就业率很高，美国的公民的收入在提高，股市在提高，美国的经济非常的高涨，所以川普他本身到2019年底的时候，他的成绩是非常好的。那么作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到2020年川普进行大选的时候，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让美国人民检视的。但是川普万万没有想到，进入20年以后，中共也到美国来签订了所谓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条约，签完了以后，中共就开始有武汉疫情爆发了，然后中共不但是隐瞒疫情，并且大规模的把疫情扩散到全球，先扩散到欧洲，通过欧洲扩散到美国。仅仅几个月，美国就变成什么？美国变成了全球受伤害最厉害的国家，死亡人数最多，受感染人数最多。最关键是美国的经济一路下滑，美国有几千万人他们下岗失业。到了这时候，川普所创造他就任以来的这么3-4年的成绩就全部付之一炬了。因此来讲，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川普最近多次讲过，我现在看待中共、看待习近平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习近平宰了川普嘛，习近平欺骗了川普嘛，川普对习近平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嘛。到了这个时候，川普就决心要修理习近平了。那么川普在修理习近平这个过程中，中共是很清楚的，中共就知道，如果川普连任，那么美国对中共这个打击只可能是更加的厉害。尤其是川普的整个白宫团队，他的幕僚团队，包括蓬佩奥，他游说于全世界各个盟国，美国的盟国，然后要结成统一战线，让所有的国家都明确的表态，你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站队，你们必须要维护文明，维护正义，你们就要跟中共一刀两断。而且对华为的打击，对孟晚舟的抓捕，对休斯顿大使馆的驱逐，以及跟台湾上升的美台之间的关系，都标志着什么？美国现在支持台湾，美国现在全力的打击中共，而且在美国抓捕了大量的前任学者，抓捕了大量中共的军人，他们隐瞒身份以后到美国搞签证欺诈了，类似于唐娟这样的人。所以说，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从外交官到军人到普通的那些留学生，美国现在对中国是全面的限制，全面的打击。到了这时候，中共就调整他的战略了，他知道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取悦于川普，因此中共定下来的条例就是要把川普搞掉，要在大选中一定要把川普击败，要让川普下台，要让拜登上台。围绕着整个这个战略，中共就制定了他们精心布置的各种计划。那么在中共对美国实施扰乱大选的各种计划中呢，今年呢给中共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恰好发生了明里阿波利市的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黑人，这个黑人因为他个人使用假币，本人呢又吸毒，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店家报警以后，警察在对他进行抓捕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警察执法呢可能是过当了，那么导致了这个弗洛伊德当天就死亡了。弗洛伊德一死以后，美国马上就发起了大量的这个所谓黑命贵的运动，而黑命贵的运动绝不简简单单是几个黑人在运动，因为光黑人是搞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动作的，是不可能引起全美进行骚乱的。要想把这个运动在美国扩大，要想把美国大选的这个水把它搅浑，毫无疑问来讲，中共就充分的利用了这个黑命贵的运动，因为他知道美国有左右之分嘛，美国的左派和右派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嘛。美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右派是反对这种破坏法治的打砸抢烧行为的，但是民主党支持啊，民主党就是要把大选的这个水搅浑啊，民主党就是希望黑人利用所谓黑命贵的这个行动，对美国所有的制度进行颠覆，对美国现有的这个价值观、现有的这个法治进行破坏。由于民主党的高层不断地支持黑人命贵的这个行动，
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看到了，这个教皇对黑人一个一个的轮流跪下来，也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白左，很多白人有地位的人，他们是乐意挑起这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这种种族矛盾的，然后扩大这种种族矛盾以后，最终只是损坏美国的制度，把美国的大选，把这个水就把它彻底搅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民主党的支持，最重要是后面有一只黑手，是有一个组织集团的，这个组织集团就是美国的恐怖组织，叫安提法。这个安提法已经明确被美国川普总统和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都定位为恐怖组织，而安提法呢背后呢完全是中共在支持，中共向安提法输送了大量的资金，因为中共在美国有多个华人协会，有什么统一促进会啊，有什么华人联谊会啊，这些华人协会都打着民间团体的这个名号，然后呢输送大量中共官办的资金到了这个安提法组织里面，加上呢，美国有很多白人的富豪，他们本身也希望把美国的水搅浑，他们也希望把川普挤出大选，把川普这个竞选呢，把川普把它砸掉。所以说呢，美国的几个金融大亨，类似于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及前纽约市的亿万富翁布隆伯格，他们本人都出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安提法，支持黑人命贵行动。那么，所以就导致了黑人命贵在全美就泛滥，这种泛滥就一时间已经导致了美国的先贤的那些铜像啊都被砸掉，那些雕像都被砸掉，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呢在里面输送大量的资金，然后培养他海外的代理人，但是光靠这个不够啊，要把郭文贵这样潜藏在美国多年的，早就是共产党使用习惯的，曾经跟共产党有过合作的，安全局有过合作的这种人，要把它用起来。郭文贵按照他自己讲，他曾经在国家国安部，在马建这个副部长的这个领导下，他曾经是国安的工作人员，他本人都立过好几次功。他本来立过功以后呢，他本来是靠着共产党给他勾兑的各种利益呢，他在中国呢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但是他有马建一直保护着他，他在中国呢作为一个富翁呢，他过的日子很自在。但是呢，马建被共产党打虎收到监狱里面去了，马建一落网，郭文贵赶紧跑，他知道共产党一定要抓他了。那么他跑到外面来，就搞了一个什么爆料。他当初爆料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当初的爆料，他的目的是叫做保命、保财、报仇。那么他这种保命、保财、报仇的这种说法呢，大家当时都是比较理解的，觉得一个富翁嘛，他自己的这个财产被共产党霸占了，他自己要保他的生命，同时有人打击他，他需要报仇，大家是比较理解的。但是他这个所谓保命保财什么报仇的这种说法，很快就给他演绎成什么？演绎成跟共产党勾兑了啊！我们听过多段他跟共产党勾兑的这些语音视频，尤其他在2017年给习近平写了一封效忠信。等到这时候，最初支持他所谓爆料的人，绝大部分人就已经看清他的真面目，大部分有理智有智商的人都不会跟这个人再往来。我跟郭文贵没有任何交集，就是他在爆料，最初爆料大家都热衷于去传播他的爆料，和他打得火热的时候，我对他也是敬而远之的。我曾经说过这个话，支持他爆料，但不支持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不反共，这个人跟共产党勾兑，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我在民进电视台陈小平的组团里面，在2017年我就给他下过这个结论。那么在这个之后呢，由于他的真面目我们大家都看清以后呢，我们就跟他没有交集，对他的那个爆料我简直是嗤之以鼻，再也不看。到了2018年，他突然有一天呢，他去攻击我和李一平搞的这个5·1共振呢，他说是帮共产党钓鱼，他给我们来搞栽赃陷害。那么这时候我觉得你郭文贵，你既然栽赃陷害我，你公然攻击5·1共振就是帮共产党钓鱼，那么我就要把你的面目给你揭露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就做了一期视频，是我的视频节目里面第183期。这个183期节目，当时在2018年3月份，我对郭文贵他主动攻击我的2个视频，给予了他一个义正辞严的驳斥。那么这个驳斥以后，跟郭文贵基本上我就没有交集。可以讲，这么几年来，我从来不在乎他在外面讲什么，他经常的骂我。根据网友的统计，他去年骂我骂了54次。大家算一算，一年一共就52周，他一年骂我54次，就平均他每个礼拜都要骂我一次。那么他骂我一次，是不是激起我的仇恨？我会去炮轰他呢？我从来就没回敬过他一句。他骂我那话，我根本就不去听，因为什么？我没有兴趣去跟他对砸。他骂就是碰瓷，他希望我能够去回敬他，我希望跟他对骂，
一旦对骂以后，他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嘛。而他这种已经是共产党的弃儿，在整个互联网上面，他的那种丑恶面目大家都看清了。我有什么必要跟他去回敬去对骂他？我的视频是每天制作的，我视频制作已经有1000多集。可以讲，长期看我视频的老观众、老朋友们，他们都知道，我在节目里面只谈中国时政，只谈关心中国、美国的时政大事，我从来不提的郭文贵。我根本在我的眼里面，他郭文贵什么都不算，谁有心思去提到他？至于他骂我，他愿意骂他就骂吧，因为他骂过的人多了，他那个嘴巴脏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他从头到尾骂的都那些粗话、生殖器啊、刚毛啊，他讲的那点下流话，我都没有办法去给他学，所以我没兴趣去回敬他。本来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砸过锅，跟他也没有任何往来。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要为共产党立功了。他为共产党立功，也就是郭文贵开始他不断地下达各种名单，在全球发起了一个类似于安提法的恐怖袭击活动。这个恐怖活动一定是要配合美国安提法，就是跟美国黑人命贵安提法的这个行动一样，要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在华人中展开。整个活动要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嘛砸川普。挺拜登，就是要把川普的大选把它搞掉。所以说郭文贵他专门发过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要求大家砸川普。他说他不喜欢川普，恨川普。完了以后呢，就是嘛，我们要支持拜登啊，我们要把拜登挺起来啊。我恨不恨川普啊？我当然我恨他了，我恨他了。你只有支持正义是真的，川普不正义你也得反他啊。这个不管是拜登要支持灭共，我们就支持他。所以实际上他掀起的这个在华人中的这个安提法的这个活动，他就是什么？就是砸川普挺拜登。他在砸川普挺拜登的这个同时，就是配合共产党把美国水搅浑嘛，把大选整个搅得一团糟嘛。民主党在乱中才能取胜，因为凭实力，民主党肯定是竞争不过川普的。可以讲，无论是川普的治国韬略，还是川普现在应对中共的各种政策，和拜登是完全不能比的。拜登因为他的儿子极度的腐败嘛，这个亨特·拜登他自己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媒体就问过他，如果你不是拜登的儿子，你可以在中国得到那么高的一个收入和获得一个那么大的10几亿的一个合作项目的合同吗？那拜登儿子讲是不是？我估计是不会。所以说，连拜登的儿子都知道，他是靠着他父亲，因为在美国从政了几十年，因为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才获得了中共对他诉讼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很清楚啊，拜登非常好搞定啊，这个人给一点钱就上当的，有一点钱有一点利益就跟着中共跑的，所以中共当然要把拜登扶上去。而川普是个软硬不吃、易如多变的人，川普经常把中共打得是屁滚尿流，连大使馆都给你撤了。你觉得美国历史上有哪个总统把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把它撤掉的？那川普就这么干了啊！所以说，中共一定要把川普砸掉。那么这种砸就是要把美国的水搅浑啊，让美国的民主党趁乱才能夺权啊。而搅浑这个过程中，华人要发挥点作用，所以说郭文贵就用起来了。一是共产党里面有些人利用郭文贵，同时郭文贵主动要先投名状啊，他要向共产党去表达他自己跟着共产党，他要帮助党去干点活，他要给习近平再立新功，他绝对不会去伤害共产党的高层官员任何人一毫一毛，专门去打击共产党想反对的。但是同时，共产党对美国的这些反对他的人又没什么办法的人，他就帮助共产党来打击这些人吗？就类似于像我吴建民、像夫妻救牧师、像日本的向林这一类的哇，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哇，没什么办法哇。你天天吴建民做视频，做了1000多集，哪一集视频放出来都是唤醒了很多那些昏睡的民众，所以共产党很讨厌啊，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啊，天天在外面造我的谣，放我的毒啊，什么吴建民每年回国多少次啊？吴建民每年回国多少次啊？你是帮着共产党想把我钓鱼钓回去吧？你知道我一旦飞机下了中国的国门，我吴建民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吴建民100%会死在牢里面。你就盼着我吴建民现在回国吧？你想把我骗回去吗？有这个可能吗？还有我1年回去多少次？你看到我回去多少次吗？你跟我一道回吗？回完了以后，然后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面，你在外面喝庆功酒吧？有这种好事吗？所以说呢，共产党每天造我的谣，每天派人通过郭文贵，通过郭文贵的蚂蚁们对我百般羞辱，我是不理这些人。但是为什么郭文贵他要这样去做呢？他就是要配合共产党在美国
在华人群体中间掀起这个所谓黑命贵运动。那么华人中的这种围攻包围、这种网络霸凌行为呢，它实际上跟黑人的那种黑命贵行动呢是如出一辙，只不过呢大家手段不一样。因为黑人呢比较简单，他就是打砸抢烧，而华人呢，你叫他打砸抢烧呢，他没这个胆子，他什么？他辱骂他敢，他吵闹他敢，他就造谣污蔑他敢，而且他扰邻他骚扰，他对你凌辱他敢。华人就这样恃强凌弱。所以郭文贵就利用了华人中的这种人的心理，然后就率领着这些人，他就精心制作了一个名单，他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个他要剿灭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有30-40人，有一部分人呢是曾经呢跟他有过合作，后来幡然悔悟开始砸锅的人，有一部分人一直是从来没有对他支持过，但是呢他恨得咬牙切齿，没事主动碰瓷别人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们这种从来也不碰他的瓷，也不砸他的锅，跟他没有往来，从内心里面看不起他的人呢，但是这些人呢是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郭文贵就要消灭这些人，他帮助共产党去打击这种人，才可以达到在华人中间掀起的这种安提法的这种恐怖活动、恐怖袭击。他为什么发布那么长长的名单？他在那个名单里面高喊的要灭这个要灭那个，真正的共产党他灭过一个吗？我在上期节目里面就讲过，耿爽就在纽约，耿爽儿子天天在纽约上学，你去灭过吗？华春莹的女儿就在湾区，就在旧金山，你去灭过吗？那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她就在哈佛大学上学，你去灭过吗？那习明泽你敢去灭吗？那是千年明君的女儿啊，你给千年明君磕头还来不及啊，保护还来不及啊，你还敢去灭人家习明泽啊？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的党国权贵，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二奶情妇，共产党包养的那些歌星影星，包括我们看的那个花木兰上的刘亦菲，她不就在美国吗？你怎么不去灭呢？刘亦菲不是标准的一颗红心，爱着共产党的吗？这标准是党的艺人吗？又拍了这个花木兰吗？那你为什么不去灭呢？你敢灭吗？得罪共产党的事你敢干吗？你底下的蚂蚁也都很清楚啊，共产党那么强大的势力不敢得罪的，他们什么反共啊？嘴巴上讲讲，他们内心里面跟共产党勾兑还来不及，你以为他们真在反共吗？他们不过是跟着郭文贵，一部分人希望郭文贵帮助他们办政弊，获得自己的身份，一部分人因为在国内作奸犯科，本身就是逃犯，希望通过郭文贵跟着郭文贵一起混到身份以后，通过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来保护他们。你们做梦吧你！郭文贵自己还没有政币身份，他来帮你办政币身份，你跟郭文贵在一起，你还想办到政币啊？我可以告诉你讲，你就回头清清楚楚去看一看，跟着郭文贵在美国的那些大小蚂蚁们，有哪一个人是通过跟着郭文贵混，最终混到了政币身份？我说你跟着郭文贵混，你肯定混不到身份，因为郭文贵自己政币就是被美国拒绝的，他是等待遣返的。我讲这个话呢，肯定很多蚂蚁不相信，因为这些蚂蚁呢只相信郭文贵，只相信郭文贵。你既然相信郭文贵，你信任郭文贵，你支持郭文贵，你就要做一点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你应当把你家里面所有的资产，所有你的钱财，统统去购买郭文贵的什么农场啦，什么 GTV 啦，你就统统把你的钱财投进去。投完了之后呢，你呢就明白了，我讲的话对，还是郭文贵讲的话就对了。当然了，一定要拿钱，很多蚂蚁们就不愿意拿钱了。中国人都聪明得很，拿钱这个事就不会随随便便上当了。问题是郭文贵不光是拿钱啊，你没钱的人就唆使你去打人啊，唆使你去犯法，唆使你去叫骂，然后违背了美国的法律，你坐牢坐牢吧，你吊销绿卡吊销绿卡吧，你被遣返你被遣返吧，你被取消政币是你的事，郭文贵回来管你一分一毛。他发了那么多视频，你没听到吗？郭文贵通过多段视频开始对海外的很多民主意识进行攻击，他一口气点名就点了几十个人，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有哪些关系，哪些人跟郭文贵有过节，哪些人是共产党掩藏在里面的特务，郭文贵在打别人时候也把他一块打伤，因为郭文贵他是喜欢把水搅浑嘛，让你搞不清楚这个名单上究竟哪个是反共的，哪个是亲共的，哪个是跟他郭文贵结下私人恩怨的，他要打击的，他就是把水搅浑嘛。他就在包围我家的这2天，他又出了一集新的视频，仍然是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你像那个火鸡拱、八不富、郭宝胜、胡平、吴建民、盲流子、熊宪民、孟维参、韦石、李鸿宽、那个鸡腿潘、咸鸭蛋、向林，他没的命花的。梁冠军，我们要行动啊！还有加拿大一个叫杨建豪的啊，这都不会给他拉倒。
骗了钱啊，天天威胁啊，你放心啊，这都给他留着呢。战友们，咱现在全球灭贼啊，先别开锅，先把这几个弄完。弄完以后啊，下一波就是李鸿宽啊，火鸡狗，然后是朱万历，火鸡腿潘啊，咸鸭蛋，夏叶良，还有夏叶良啊，孟维参。下一波主要是孟维参啊，火鸡狗，李鸿宽啊，还有夏叶良他们，把这一波弄完再弄那一波啊，一波一波来。咱必须让美国让西方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火鸡狗周孝正整了一窝子人来呀，在华盛顿，这是他原话告诉我的。周孝正啊，他说10几个呢，全来啊。当时我就知道这娘们是作死的，这个是。这个恐怖袭击活动，郭文贵在他多个视频里面发动全球他所谓的他的马语军团，就是他自己一人成立的一个国家叫新中国联邦的这些人，他指挥这些新中国联邦的这些蚂蚁们进攻全世界。他给出名单，他这个名单一共给了30-40个啊。那么他把我也列在他这个名单上，要求那些人呢对我呢进行骚扰、进行打击。他们在网络上骂我很多语言呢，我从来不回敬，因为所有来骂我的人呢，我跟他们个人都没有交集。在网上呢，我也从来不回应他们。我看到有人骂我的语言很肮脏呢，我最多拉黑就了事了。但是郭文贵就变本加厉，他就派人呢打到我的家门口，他有多段视频指示这些人一定要进攻吴建民家。所以郭文贵这些账，美国的法制都会给他记住，美国的法律一定会清算他。那么他指挥的这些人来冲击我家的，他都打到我家了，你说我今天还能够不做一个视频去对他的所有的真实面目给他进行一个驳斥吗？他打的这些人难道都是跟他有私人恩怨的吗？他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里面领了任务，或者是他自己要当一个自干五，自动讨好共产党，帮共产党消灭一部分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想打击但打击不了的人，类似于我吴建民这样的人，因为他打击了我吴建民，他就可以到共产党那去邀功，告诉共产党，你看吴建民这个人我帮你修理了，你拿他没办法，我拿他有办法，我可以找一帮我的新中国联邦的那些蚂蚁们对他家进行围攻啊。所以郭文贵他就用这种办法，在他这个名单上列出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曾经勇过，曾经跟他之间所谓共同战斗过的人，后来看穿他的面孔，跟他已经分道扬镳的人，他对这些人是恼羞成怒，他打击了很多人。那么你说这些人跟他过去多少有一点恩怨，跟他曾经所谓战斗过、反水过，他对他们痛恨，有一些私仇，那我们还好说。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跟他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你比方说傅西秋牧师，你比方说陈光诚，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人家跟他从来就没有讲过一句话，人家也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去评论过他郭文贵，但是他仍然派出大量的人辱骂和骚扰。他派人进攻我家的同时，也派人去进攻了傅西秋牧师家。他在网上发布的那个名单，这个名单达几十人之多，有相当一部分人过去跟他从来没有交集过，他是张口就骂。而很多人这么多年忍受着他的辱骂呢，很多人基本上是不回应他的。这个呢是民运人士呢很多人的一个弱点，就是特别怕惹事，或者呢摆出一副自身清高的样子。那么不管别人怎么去做，至少我建明绝对不可能，你郭文贵骂到我的楼下了，你打上我的门了，我还跟你去装聋作哑。你郭文贵在共产党眼里面算什么啊？共产党有兴趣来打击你吗？共产党在美国是要把这个水搅浑，你郭文贵不过是充当了共产党一枚棋子，在这个里面兴风作浪而已，帮助共产党去打击共产党的对手，然后污蔑别人是共产党的特务。你拿出证据来啊！郭文贵动不动率领着他的所谓蚂蚁们来污蔑我吴建民是共产党的特务，你拿出什么证据来啊？在网上动不动说吴建民使用支付宝、使用微信，我就不懂了。最近这几年到达美国的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你们谁不使用支付宝？你们谁不使用微信？难道你们使用过微信、使用过支付宝，你们就是共产党的特务吗？凡是共产党的特务才可以使用微信、使用支付宝吗？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说我吴建民天天开微信打赏，谁给我打过赏？有没有打赏的截屏？如果没有，对我就是造谣和污蔑。更何况，即使是有打赏，这种打赏就是证明是共产党的特务吗？
很多人攻击说我的旅行社肯定接待过中国游客，我不否认啊。我既然开旅行社，肯定接待过中国游客。那么我接待过中国游客，就是跟共产党勾兑吗？就是共产党吗？就是共产党的特务吗？就是共产党通过我的旅行社派客人到我这来旅游，给我发放经费吗？你有证据吗？如果按照你这样讲，到海外的所有华人都不应该跟中国有任何商品交易联系、商品服务联系，只要有联系，就是共产党发展你为特务，共产党给你输送经费吗？这个可能吗？请问公贵你自己那么多钱从哪里来的？你哪一分钱不是在中国巧取豪夺？哪一分钱不是跟共产党合作？哪一分钱赚的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你不是特务，谁是特务呢？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使用微信、使用支付宝，只要跟中国大陆有往来、有生意往来，就一定是特务。那你首先就是最大的特务，是你郭文贵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还是你路德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啊？你们能做到吗？你们不每天喊的都在反击共产党，在灭共吗？就这种理由，就变成了这些蚂蚁们相信说吴建民就是共产党的特务了。请你拿出共产党跟我勾兑的证据，如果没有，你造谣，你要承担造谣的责任的。而郭文贵要打击的人里面有很多跟他郭文贵是没有一点点交集的。那郭文贵要打击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毫无疑问来讲，就是郭文贵通过打击类似于像傅其秋、像陈光诚、像我吴建民这样的人，郭文贵好到共产党那儿去邀功，向共产党表达他帮助共产党消灭了几个共产党在海外的敌人，他是跟共产党勾兑的一种手段。至于他现在在海外他自己搞的什么 GTV 啊，什么农场啊，所有这个里面的骗局已经有无数人受骗，已经有无数人找他退款。对于这些问题，我今天不做过多的评述。所有那些没买的人呢，我就号召你们赶紧去买。你们相信郭文贵，你们就应该回家把房子卖了，把家里面的钱全投到郭文贵门下，你们跟着郭文贵跑，你们投的钱越多，你们到最后你们就会认识的越清，你们最后幡然悔悟的就越快。如果说你们没投钱，你们肯定不是真心支持郭文贵的。你们真心支持郭文贵，就应该把家里面所有的财产都投到郭文贵那儿去，跟着郭文贵去发财。你看你能不能发到财？等到你最终血本无归时候，你比我吴建民今天认识的要深刻的多。网上有很多对郭文贵的骗局识别清楚的人，他就破口大骂人。像人家那个豆豆，人家豆豆是完全识破了他的骗局，他动不动就对人家豆豆什么肮脏的话都骂过。曾经有很多人给过他帮助啊，很多人是真心诚意帮助他郭文贵啊，像夏业良、郭宝胜、袁宏斌、向林、龚小亚，这些人都曾经对他郭文贵有过多大的帮助啊！但是他翻脸不认人，他骂别人那些无耻下流的语言，骂完了以后，他还把别人告上法庭，他去告人家陈水扁，人家陈水扁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最终他告人家陈水扁的官司，陈水扁大获全胜，法庭指定他赔人家陈水扁19万多美金。他赖着一直不赔，结果人家法官给他下达一个执行令，告诉他限期1个礼拜，如果不把这个法庭要执行的钱送到法庭来，要对他每天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他一听25万美元比他现在赔陈水扁这个19万还要多，他赶紧去交钱。但是法官告诉人家19万不够了，因为你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请你把后续发生的费用也要交上。也就是最终郭文贵在陈水扁的官司啊，赔了夫人又折兵，除了丢掉他那个肮脏的脸，同时他还赔出了20多万块钱。你郭文贵动不动去骚扰别人、诬告别人，最终你只会得到美国法律的严惩。你反共你怎么不去包围大使馆呢？你反共你怎么不去消灭华春莹呢？你反共怎么不去消灭耿爽、消灭孟晚舟呢？你对别的人，你动不动污蔑他是共产党特务，你污蔑傅习秋，你污蔑我吴建民，你污蔑我陈光诚，你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特务，而现成的肯定是共产党的人。那耿爽、华春莹100%是共产党的人哇，你为什么不去打击？为什么不去包围啊？中共那些大使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大小华人协会、美国的那些爱国华侨、爱国侨领，他们的名字每天都给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通过他的统战部，都把他挂在光荣榜上。这些人有名字有地址，你郭文贵做过一次，派过1个人去包围过共产党和那些亲共的侨领吗？你为什么不做？你当然不敢了，因为你跟共产党是勾兑，你是执行共产党的任务，你怎么会打击真正是共产党的人呢？你只会打击共产党恨的那些人。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不理解，为什么郭文贵要动不动跟你建民过不去，要弄到你建民？没看你骂他吗？没看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是完成党国交给他的任务，他是需要帮助党国去干脏活，然后拿到他消灭我们这些真正反共人士的业绩，跟共产党去勾兑。这是他郭文贵最无耻、最下流、最可耻的一面。
如果你还认不清，请你去看一看这3年多来，他究竟打过哪个真正的共产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名有姓的，在美国的共产党、共产党的大小官僚、共产党的情妇、共产党包养的歌星、共产党二奶、共产党私生子。按照郭文贵讲，他有多少机密资料，他掌握多少爆料。那么按道理，你有那么大本事，那海外的这些组织机构、海外的这些共产党的这些大小官僚们，你应该个个知道。那么你去打击过一个吗？包围过一个吗？消灭过一个吗？那么你灭共的成绩在哪里啊？也就是你打着反共的名义，你真正是帮助共产党，在消灭共产党想消灭不了的，像我吴建民、傅其秋和陈光诚这一类的真正的反共义士。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郭文贵的事情啊，没有那么快结束，大家可以静观他的动态。我可以讲，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绝对不会允许郭文贵在美国无法无天。修理郭文贵的日子，清算郭文贵的日子，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来。郭文贵动不动号召着要把这个送进牢房，把那个送进牢房。我告诉你讲，离牢房最近的就是他郭文贵。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